我家有2个老银锭啊，看看你管给我个几十万块钱不管？我等着花钱，我急着钱。几十万，我看你这也不是几十万的东西啊，大爷，你这可不是2个哈，这分明是3个，一个是老的树锭，另外这俩很明显是现代的。我这2个漂亮吧？漂亮。有人说他都不说不是银子，它是白金，不然它还不会这么白。我用这老银锭提炼出来的。很遗憾的告诉你，这可不是什么白金，这光看颜色也不是白金啊。白金的颜色并没有这么亮。如果你是用这种老银锭提炼出来的啊，那只能说你毁坏的太可惜了。论价值来看的话，当然是这种老银锭更胜一筹。我这很好奇的问问你，这号的银锭，你这为啥要炼成这样的东西呢？这为了好看呢。为了好看。这2个银锭呢，搁俺家我都放了几十年了。这是老祖辈传下来的。你看灰溜不出的多难看。烧白了看着舒服是吧？是的呀。说实话，确实是好看。你这相当于是纸糊了灯笼，中看不中用。你即使不烧化，对吧？我们也知道它银锭的含银量也很高，差不多能达到99%吧。关键是这种银锭稀罕量，就是它的年代感。你这烧化之后就变成废银子了。这咋能会是废银子呢？这是我是隔年纪念的，当着你那个干纪念的老板给我提炼的。看着提炼出来的。那你这说这话，我不得跟你抬杠。像这种老银锭啊，你要是烧成银块的话，这个过程恐怕也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说拿出来你让我看，我感觉这和现在的银子没啥差别啊。因为这种老银锭贵就贵在它这个固定属性上，而不是外观上好看。这无论如何，这都是门道的老银锭。这你给我的烧了我也不卖。我感觉着比白金也贵了。你这是典型的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能值多少钱不是你来感觉的，我就这样告诉你吧。像这种银花也就是一个银价，现在单盘价也就7块多一颗吧。我看你这俩也就1斤多点，几千块钱的样子吧。你几千？几千我肯定不卖给你。10几年前你也都给我几万了，我都没有卖。何况现在物价啥那都是贵的。你再少还得给我几十万5块钱一个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妄想几十万，那只是你一味的想象，并不能代表他们现在就值几十万。10几年前一个给你几万，当时你就应该卖掉，不然也不至于说你今天烧成这个样子。我只能说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而你这个树锭年份能追溯到汉代，看大小的话应该是12两半的重量。因为像过去这种树锭啊，它重量都有一定标准的，12两半、25两和50两。到了明清啊，慢慢都变成10两、50两，甚至为了方便找零啊，浓缩到5两、3两、2两、1两的碎银子。无论重量怎么变，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们的市场参考价。而你这个上面字口还算清晰，定型还算完整吧，包浆属于老材，但是价格肯定达不到几十万，几万恐怕也没人来买。个人看的话，也就接近10两的行情吧，也就1万多吧。1万多？你别给我搁这就瞎报了。100年1万，这上千年的东西也得顶10几万了。你这种算法不对。自古以来啊，银锭的价值算法，不是按年份算的。你说按年份高，这种参考价不标准，因为收藏讲究的是物以稀为贵，主要还是看状态来定价的。反正价钱再差，也比你这少花了强。你好了吧？我看你还不识货，我花几十块钱叫你也提炼来，你说不值钱，谁相信呢？信不信？你多找人问问都知道了。你这算是出力不讨好，这好的东西都被你烧坏了，你竟然还不知道这个损坏的价值，还说我不识货，我这咋说你呢？我建议呢，还是多找别人问问。我只能给你说一下简单的思考参考价。现在你具体能卖多少钱，你还是再转转，还拿回去吧。你好了吧？多少钱我也不卖给你。好。恁这白金多少钱1斤？我这有一把白金。这白金要当破烂卖的话，是不是很亏啊？白金按破烂卖肯定亏。再说白金啊，不按斤，它是按克来算的。来，我看你啥的白金。前几天俺去卖破烂我看他手里的铝我感觉就像白金都拿了几块。你这绝对不是白金啊！白金颜色可没这么亮，但是我拖着这重量
这也不是啥驴。我说也不是驴啊，但是我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，直接当驴都给卖给别人了。那当驴卖肯定是亏啊，驴的密度并没有这么沉，颜色也没这么白，并且你这上面我看每个打的它都有钢印，哎，看着你好像是东哥2个字，我个人看啊有点像银子，看成色含盐量还挺高，应该是最近的东西。这东西哪来的？这是我妈过年收破烂的，大概收了一食品袋子，估计得5、6斤，从2个学生手里收的，他们当驴，是100块钱都给卖了，他们估计等着上网去了。不对呀，这驴没有这么贵吧？100块钱5斤才花21斤了，明显当驴卖没差价。另外，学生去网吧上网也不太可能，这未成年人不能上网。我这咋回答你？反正我感觉有5、6斤。应该是还不止5、6斤，最少得能挣一半吧。那你能挣一半的话，那就是秤上动手脚了。但是可以肯定一点的，恁妈这东西虽然说买的便宜，但是当驴卖也太便宜了。你毕竟你拿来了，这压根都不是驴。所以我才找你鉴定鉴定啊，我就是怕吃亏了。你看上面还有钢印，对，这是不是过去白金的？你说？我再给你重新一下我的看法啊，这些东西100%不是白金。为啥这么肯定呢？因为白金它这个提纯工艺比较难，在过去科技比较有限，白金压根儿也没听说过。另外，白金它也不是长这样，白金分铂金和钯金2种，它们的密度啊丝毫不亚于黄金，也就是拎起来有重量感。但是我拎着你这轻飘飘的，但绝对也不是铝，因为铝的密度更轻。然后白金的颜色也不是这样，无论铂金还是钯金，它们整体都是发暗的。你看你这白花花的，它就像雪花银。那这退一万步讲，即使你像你说的是雪花银，对，就算过去的老古董，也不能当驴卖啊。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，银子当驴卖本身就是严重的巨亏，银子1斤现在花到3000了，而驴才20-30而已。你说的对，主要是我妈不懂啊，你得帮我看看清楚。我知道过去的老古董更贵，过去的古董肯定贵，但是你抓过来这10来个，我看确实不是过去的。首先从造型上来看啊，你看这都是长方形的，过去明清、民国使用的碎银子，它都有一定的标准重量。你像1两是37.3克重，这里边最大个的就这个，你看。这达不到1两重啊，而且形状也不是这样子的。通常塑定它底部都有蜂窝，样式啊类似于窝窝头那样的。所以说你这上面你看打了有钢印嘛，但是和过去的银锭样式区别还是很大的。塑定啊都没有字口，所以单看你这明晃晃的，这分明就是现代的东西，也就是按斤称的，1斤2700-28的样子。就是1斤不到3000也亏啊！对，当驴卖的呀。这10几斤的话，那得卖多少钱嘛？你看，那少卖多少钱？这个具体你得用计算机按了。反正恁妈这也是便宜收别人了，无论怎么着吧，好歹也赚钱了。哎，你说这话，你这话说了我就不认同了。1斤错几千，那10来斤，那是错好几万了。对啊，那个1斤错2800，10斤就是2万8，你得学会换位思考一下。你看，恁妈年前100当驴给人家收回来，人家值几万的东西，你只给了100，那卖你东西那俩学生家长恐怕比你现在的心情还得着急。所以这事啊，你也别惆怅了，时间也不允许你耽误了，抓紧时间带上恁妈去找收东西的老板，哪怕是为自己自尊，也得把银子钱啊给人家要来。那你说的太对了，老板，我现在一刻也不能装迷糊了，对，我得赶紧找他们要回来。对。老板，听说现在银子涨价了我这有100块银元看能不能卖2万多块钱。我没听错吧？这100块银元卖2万多块钱，你这是按银子价算的呀？这哪有这样卖银元的？你放100个心嘛。我的银元没有一块是假的。我要的也不高按商场的银锭价卖就可以了。我没有嫌价高，更没有嫌弃假，因为你这些银元虽然说都搁着盒子，但是这都是一眼开门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这些银元品相并不差，你这是按银子价钱卖的话，实在太亏。毕竟啊，你这数量又有那么多，我还是细看啊，给你分分类吧。不用那么麻烦了银子反正也不贵，才10来块钱一颗。我这100块加在一起5斤银而已。
银子现在虽然说不贵，但好歹银元也是100十年前的东西，你现在算无机文物了。为了你的利益最大化，我看看里面有没有带板嘞。无所谓。我前几天才送俺朋友一块儿。他要花200块钱买了我10个。你出价知道比他高就行了。即便再是朋友，你也不能200一个卖给他，还一下子卖了10个。你这如果不懂银元的话，你可以完全先学习一下银元方面的知识。你这草草了呀，将银元卖完，恐怕家里边再也没有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正好说错了。我也不怕你笑话。我其实是2分。这100多块银元是我男朋友送我的见面礼。他家里还有很多。有再多你也不能这么挥霍啊，不能因为是见面礼你就便宜卖。你2婚也是过来人了，现在挣钱也不容易，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啊，这生活还得继续，能多卖点钱，对吧？将来你买啥都可以啊。我主要不是不喜欢银元嘛，放手里也没啥用。就是想变现，买辆2手车开开。对，银元对于你们女人来说确实没啥用。既然是见面礼，说明那男友啊是真爱你的。你这100块卖好的话，2手车估计得靠边站了，买个新车应该是绰绰有余啊。你可别忽悠啊！我男朋友可是农民儿啊，家里也就是以种菜为生。这1元他家传的，那值多，那值啥钱啊？家传下来就对了，你可不要小瞧农村人。正是那男友家的淳朴啊，才造就这些银元保留下来。你这80块大多数我看这都是冤大头。像这种冤大头啊，总共发行了3、8、9、10 4个年份。里边发行量最少的是8年，它这个年份也是最贵的。另外就是各种带板带原光的，因为现在搞收藏啊分的比较细，常见的和不常见的板价格区别很大。我看你是把银元当卖破烂的选手，这里边过多的讲解也不跟你说了，咱俩就直接开门见山。以你这些常见的呀3、8、9、10，另外加上23年的传样，笔面只要是无错无双的状态，通通按通货来估价。大概的给你估一下，100块至少是10万。10万块？对，乖乖嘞。这还是初步估价嘛？对，自然男友家条件不错啊，相当于是个富二代啊。你这形容词用的很对。现在在农村啊，谁家有几百块银元，绝对是隐形的富二代。加上男友又有手艺，又会种菜，这绝对是潜力股中的潜力股，你得好好的把握了。肯定得好好的把握。你这样一算账，我之前连送那带11块，就损失惨重了，一下子少挣好多钱啊。对，你那11块才到手2000块，相当于是折价小万把。好在你没卖给外人，毕竟是自己的朋友。朋友咋说还能找得到。这一次让他捡个大便宜，说不定以后啊，余情还会给你补回来，你感觉嘞？我也不好意思跟他再去要了。对，都是朋友一场嘞。好在我今天没把他们当破烂卖了。这么好状态的银元，你绝对不能当破烂处理啊！主要是你对银元不懂，等会儿呢，我给你挨个给你仔细细致的挑一挑板，好歹100块里边怎么着也得有几个带板的。还好，你这通过这一次学习一下，避免以后再吃亏。我跟你说，老板，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实在了，这是真的是谢谢你啊！幸亏我遇到你了。没事。俺妹这个人真是得理不饶人啊！俺妈送给我一块银元，她竟也要平分，你帮我1分为2吧。好好的一块银元1分为2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况且啊，你这还是一个样币，大清长须龙，这品相可以说是无敌啊！管他无敌不无敌的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尽管帮我1分为2，分好了我去加工一个银戒指。用银元加工银戒指，款式并不好看啊，而且你这个银元状态并不差，这底板啊属于未流通的状态，包浆应该也算是有一段时间了。这如果是真币的话，价值确实是不菲，你可以考虑变现，你们俩再平分。不用那么麻烦，你直接拿刀从中间咔嚓一下就解决掉了。反正也是准备加工银首饰的。咱先撇开银元的真假啊，单说用银元加工银首饰，败币无一例，含银量低，做出来的首饰硬，款式老旧，没有机器做出来的精致啊。你完全不懂。小时候我看我同学戴银手镯，当时我可羡慕了。那是用银元加工一对银手镯，也算是弥补我小时候的遗憾嘛。你说的对，在过去啊，确实流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，因为那时候银元价钱便宜，才几10块钱一个，而买一对银手镯得上百块，
那加工师傅的工费才10-20块钱，你算下来用银元加工银手镯能省几十块钱，而现在银元贵了，银手镯它反倒是便宜了。对呀，我把来龙去脉都给他说了，就是想用银元加工一对手镯，给他弥补200块钱，结果他不愿意。是我肯定也不愿意啊。你像现在普通的银元都上千了，而且你这还是一块龙样，最便宜的龙样也得2-3千了。最关键的是，你这还不是一般的龙样，妥妥的样币大真长须龙。你说那妹她会怎么想呢？我不管她会怎么想，我才不管是长须龙还是短须龙，你就给我1分为2，也别想谁都别想要。哎呀，我看你这长得挺漂亮，但是这情商确实有点低了。好好的银元你都损坏了，说实话，恁俩就结梁子了。像这种长须龙银元啊，属于失主样币，现在存世量全世界范围内也就10来枚的样子。这个凭借你这个状态啊，入皮盒能给个 SP 61分完全没问题。参加拍卖会的话，现在少说也得大几百万上千万的东西了。大几百万？对，乖乖嘞，没想到竟然能值那么多。怪不得天天给我打几个电话骚扰我。对啊，像这种样币啊，大几百万的东西，你说你准备去损坏加工银手镯，你说是谁听了也不愿意啊，肯定是撵着你要平分啊。干脆你好人做到底，让他给你200块钱，你把这个银元啊完好无损的直接送给他。按你这么做的话，八成是我疯了吧？大几百万的东西我给他，我要200，我图的啥？你先别着急下结论，图一个姐妹和谐就行了。因为恁妈给你这个银元啊，它并不老，虽说是长须龙样币，但并不是真正过去的老货。你看它这，细看它这壁面压力啊，连我这一关都过不去。还有它这个边齿，你也可以仔细下一下。这说实话，这都是，太软了。壁面包浆也是怪怪的，目测确实是假的，但含银量也不算高，算是近代的真银假币一枚，市场价不会超过200块钱。所以我建议你啊，直接送给恁妹妹，卖一个人情，直接给她得了。你这说的前后反差也太大了吧？一会儿大几百万，一会儿200的。我就说我妈也不可能有这么贵的银元呀。那确实，大概行情就这样。一般像这种样币啊，我们普通人确实接触不到。既然恁妹想给你平分，那你就如她所愿，拿200块钱绝对够买一副那个精致漂亮的银手镯，一举两得。手镯也戴了，这姐妹对吧？恁这种关系也和谐了，你说嘞？行吧，就按你这样办了。你这么一说，那就送给她吧。对，给拿回去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我感觉我像做梦一样啊！这个收破烂的发财。你看看这么大的金锭，我1000块钱都给他收来了，轻松了。哎呀，你这个金锭看上去确实挺大的，上面写的是50两。这如果是真的，真让人能发财。大爷，你这1000块钱收来，你感觉会是真的吗？那必须是真的。我都激动了3天没有睡好觉了。而且还不是现代的黄金，你看看。那你看上面的落款，乾隆3年铸，乾隆3年至今，那将近300年的时间了。一般带有金库字口的都是属于官锭，你放到过去，这么大个的金锭实属罕见。如果真是黄金，又是古董金锭，谁会傻到当破烂卖的？他也不傻。卖给我金锭那个年轻人啊，他喝的醉醺醺的。喝醉了。我再说你2句啊。你放平时人家喝醉了，你还去收人家的东西，你这种行为啊，叫做趁人之危。但是你这1000块钱收回来，这还不便宜啊。我感觉我可没做错啊。他张口要了800。我看他醉了，我又多给他200块钱了还。一般收破烂价格都是越低越好，你这还多给200，当时应该是感觉有利可图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一个年轻人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金锭啊！难道你没想过这是假的吗？不可能是假的。你说的几个问题，我都考虑到了。从他的打扮来看，那个年轻人应该是富二代。这黄金黄澄澄的，怎么是假的呢？我以前做过这个梦。这个黄金本来就属于我的，你看你。大爷，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我说啥，你可能都会质疑。你做梦那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做梦和现实反差很大。即使他是一个富二代，你想想，人家会为了1000块钱卖掉价值几百万的金锭吗？这是第一个不可能。第二个，并不是说黄澄澄的它就是黄金啊，有没有可能是镀金呢？不可能镀金。这我偷的沉甸甸的象金子。我
都用成果了。真正是3斤整，这是一次。我绝对不会捡大漏的。哎呀，那咱呢其他的不多说了，就来说你这个3斤的重量哈。过去1斤是16两，1两折合到现在是37.3克。你用计算器算一下，37.3乘以50，结果啊就是将近1900克。你这称了3斤整才1500克，从重量上来相对比的话，足足差了300多克。所以从重量来说，它就错着了。重量有误差，毕竟这都是几百年前的东西，这都很正常。不按重量，我按古董卖给你。古董不古董先不说，就单说黄金，因为黄金的密度啊比较重，光看你这个锭子大小的话，3斤重量肯定不够。是黄金的话，你少说也得5斤以上的重量。第二，黄金它不会褪色，你看你这拿过来了，这很明显，你看这边上，尤其是边上，这都褪色了。这说实话，这不是啥黄金。大爷，你这发财梦该醒醒了。你别看边上，你光瞅它的缺点嘞这黄澄澄的，不是金，是什么东西？你说？大爷，你这话你是自欺欺人啊！这里边泛黄，可能是点镀一层类似黄金的涂料，确实不是黄金，更也不是什么古董。你光看字打了乾隆3年，又加炼铸金50两，这上面的字体，这都是蒙你们不懂的小白类，这哪是啥古董啊？这字体啊！这一看都是电脑体，其实这种东西啊，在我们行内被称为1眼假，属于现代的工艺品。大爷，你这1000块钱买回来，可是1000块钱彻底打水漂了。恐怕你当破烂卖的话，估计你也卖不了几个钱。你说的话我咋不中听呢？你这个金锭，你这个不过有100万，我绝对不卖给你。我感觉你应该是年轻，你不懂啊这里头的事儿。这个认知啊和年龄无关，是真是假，你多找人看看。你也别激动了3天不睡觉了，收个破烂偶尔捡个小漏可以，像这种发大财的大漏你就不用想了。你之前就是再做梦，它也不可能是真的。像这种东西啊，时间能考验一切，你能放个1年半载，估计到时候它这个本色啊就该露出来了。来，把金锭赶紧还给我。好，你给我多少钱都不卖给你了。好，你说话带着我气死了。我总感觉啊，这事儿有蹊跷。我朋友想用10块大头，换我这1块大头。你说这他图的啥？想用10块冤大头换你的冤大头，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绕。来，我先看看你啥样的姻缘吧。同样都是冤大头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换来换去。因为我平时啊对这些姻缘啊也没什么概念。你没概念就对了，这虽然也是1块冤大头，但这绝对不是常见的冤大头。这种是大名誉品军阀币原相共刻。啥名誉品不名誉品嘞，先不说吧。我只知道我这1块姻缘也是大头。你就帮我看看能不能换吧。肯定不能跟他随便换啊！刚才我就告诉你了，这不是常见的冤大头，这种是军阀币，在民国那时候啊，是以纪念币的形式发行的，并没有对外流通。而你这1块状态也是原汁原味的，用10块冤大头换这个，这不是闹着玩的吗？反正都是朋友，既然同样都是26.8克的银子，那按理说我这1块换10块，这不是赚了吗？那你看银子重量算的话，肯定赚啊。关键是银元又不按银价来算，再是朋友这个钱财也得算清楚才行。这个原相共和这哪来的？这个是俺媳妇儿的嫁妆，放那也是放那，是俺朋友喜欢，所以说我想私自做主给他换换。看来你是啥都不懂，算是小白一枚。既然这个共和是恁媳妇儿的嫁妆，足以说明恁媳妇儿的家底儿不错。最起码啊，你不懂的话，你可以跟恁老岳父打架，跟恁媳妇儿说明一下情况。还有这个朋友啊，太不地道了，他这是想忽悠你啊。那不对啊，我的一个老大哥，他怎么可能忽悠我呢？绝对不存在的，是不是你想多了？我还是来给你讲一讲吧。就以这个平常常见的这个冤大头为例。过去它这个发行量啊高达7亿枚，存世量还是比较巨大的。但是冤大头啊，因为它不可再生，加上过去有很多损坏了，所以现在市面上现存的这种冤大头，这个可以肯定一点的，它是不按银价算，以这种无伤无戳为例，现在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。就按这种状态来算的话，市场价1000左右吧。1000一个，对，那10个就1万块了，确实比银子贵不止几十倍了。我这个朋友啊，还挺仗义的。仗义不仗义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这个共和1万块钱远远买不来，
因为这种军发币它是以纪念币的形式发行的，虽然说上面有医院的面值，但是在过去啊，你像我们普通人可接触不到这种银元，在民国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玩的。从这个存世量来说，比袁大头少之又少，而你这个已经是入盒了，无论是否带分，但是看这品相啊，确实漂亮，壁面原汁原味的状态，尤其是它这个袁世凯带的这个充电罐，你看一下没什么磨损，鼻子啊是一块共和了高点，也没有任何瑕疵。仅凭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，少说也能卖个9万10万了呀。我没听着吧？我这个大头能值那么多钱吗？对呀，关键是俺媳妇儿从来没告诉我给我价值啊。没告诉你价值就对了。一般媳妇儿的嫁妆是不能轻易随便卖的。说句实在点的，她这个嫁妆就是一个女人的尊严。条件好的话，配送类似的银元1块2块的，比给现金还有其他东西强，有意义吧？那我不能给俺朋友换了。10块袁大头才1万，对，不及我的1/10啊！哎，对，这个朋友太不够意思了。够不够意思就不多评价了。我这也是用价格给你说明一切了，具体该怎么办，你自己在心里面做一下衡量吧。银元你还拿回去，外边的盒子比较脆，千万别摔着了。哎，好，非常感谢你啊！我不懂行情，还是多打听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对，多问问，多学习学习。我都没有见过这么东西做假的婆婆啊！给我2块银元不仅小，而且竟还都是假币。哎呀，这2块银元是假的吗？我这看这币面没啥问题啊，这俩都是半元，小是小了点，我看这并不假呀。哎，我闺蜜告诉我说这都是假的。哦，她不说我也没再鼓励呢。她这一说，我越看越不对劲儿。哎呀，我真没看出来哪地方有不对劲的地方。你看这个中原，这币面虽然说有点发黑，这都是大老黑的包浆。另外一块搪瓷，这是传世的状态，币面看上去语言大开门。那闺蜜告诉你家嘞，看来她对银元比较懂啊。她家里边以前是地主哦，家里边以前的那2块袁大头，前几天急着用钱，还1000块钱卖了一个。哦，家里边有2块袁大头，她即使是真的也不一定，她对银元就懂啊。他说你这俩假币啊没依据。如果他的袁大头是假的，别人肯定不会回收。那对。他还准备用另一块袁大头给我换成这2块银元的。你这是啥闺蜜啊？说你这2块银元是假的，说他的袁大头是真的，又准备用袁大头给你把2块换走。既然你这俩银元是假的，那他为什么要给你换走了？这语理不通啊。哎，你不要把他想的那么复杂。他2个儿子想一个儿子传一块，所以想给我换换。你这个闺蜜挺有意思的，想给你用袁大头1换2，想直接赚你便宜就明说，何必这么遮遮掩掩嘞？你不要把人想的太坏喽。我用电子秤都称过了。2块的重量正好是袁大头的重量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那你按重量称的话，那你这2块正好是1块袁大头的重量。在过去啊，1块袁大头确实可以兑换2块中原，但是现在如果按价值算的话，那区别就大了。银子本身也便宜，谁吃点亏，谁赚0点几的便宜又能咋着嘞？哎呀，看来你是真不懂银元啊，典型的被朋友摆了一道，还不知道亏在哪。先说你这个中文吧，来你看一下，它这上面写的很清楚，每2枚当1元，2块在过去换1块袁大头，现在就因为它的存世量少，而且含银量又没有袁大头高，目前1块价值能顶6块以上的这个普通袁大头。1比6？对。不会吧？你这价格是咋核算出来的？那是按市场价核算出来的。目前1块袁大头市场价在1000亿左右，而你这个中原无戳无伤，流通品相吧，你看虽然说有一点，但是整体品相并不差，尤其是它这个发丝字口都挺好。我个人看的话，7000块钱左右。7000？对。那确实比袁大头贵多了。那。我这幸亏没给他换呀，对呀，我哪知道这么值钱？所以刚才你说1换2的时候，我就说你这个闺蜜啊太不地道了，又说是假的，哎，又让你感觉重量一样，大家公平兑换，这妥妥的给你打心理战。还有你另外一块这个搪瓷啊，这种云南的军阀币半元啊，在我们河南并不常见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你这个搪瓷比中原还要贵，就因为一个字少。你可以细看一下它这个唐继尧的头像。设计的呀有点丑，当时它只短暂的流通了几个月，所以市面上几乎是很少见，存世量远远比中原少很多。说实话，你这2个币面说实话都流通过，品相算是通货品相，
因为罗碧没有入盒，它这个罗碧没有合资币有价格优势，所以这个价格啊比合资币便宜点。就你这个堂车，我能给你估到7000以上的样子。那2块加一块的话，不都1万多了吗？对。哦，原来这2块银元并不假呀。肯定不假。以为是假的嘞。假倒是不假，假的话，说实话，我这1分钱也不会给你估了。毕竟你这俩元是恁婆婆送的，自己的婆婆为人你应该了解啊。婆婆怎么可能送给儿媳妇假币呢？到你是太实在了，这差一点被那闺蜜给忽悠了。大概行情就这样，你看你还有啥不懂了吗？都懂了。这回谜团都解开了，谢谢老板啊，没事。听说现在银元涨价了啊！你看我这块银元能不能卖2000块钱？我现在非常急着用钱。再急用钱，这银元也不能乱卖啊！你这不是一般的水小头，这好歹也是一块上5星啊！我对银元不是太懂，这个是我10年前在首饰店买的，当时也就花了100块钱嘛。10年前100块钱买上5星？对呀，这价钱确实是便宜。如果单看孙相这一面，和常见的这个小头区别不大，但是反过来看，这上面这2颗五角星，这个上5星的板存世量就少了。现在算是军法币吧。既然不懂，那你这是咋买的呀？以前不是流行加工银手镯吗？对。那天我在首饰店都是加工的，然后和一个60多岁的阿姨聊得非常投缘。她用这个准备给孙子加工银手镯嘞。用上5星银元给孩子加工银手镯。那确实是挺可惜的，拿银元给孩子加工银手镯只能说明他啥都不懂。对呀，他就是不懂。首饰店老板要求给他换换。当时我看那银元看着挺好看的。直接给他100块钱买下来了。你这种行为算是横刀夺爱，人家首饰店老板想给他换换，你这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，做的有点不地道了。说实话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确实挺可惜的，但是一般人的观念又比较传统。你想给他换或者买，他一般都会认为他这个银子纯啊。对呀，他当时拿了2个，另一个毁坏了。加工出来的银手镯一点都不好看。最后我们俩聊得比较开心，所以100块钱卖给我一个。那确实用银元加工出来的银手镯弊端挺多的，因为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，手镯材质戴上去显得比较生硬。加上做工没有机器抛光抛出来的好看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你得和成品首饰一做对比，两者区别确实是挺大。100一个卖给你，你确实也捡个漏吧。反正银元的来历就是这样，我也是急着用钱。你看大概能给我多少钱一个吧？你看我们常见的这个顺小头因为它是我们国内最便宜的银元，普通的才600左右。它和你这个板最大的区别就是上面这2颗五角星，然后你这个是上5星，上5星其实是最早发行的孙相小头，比常见的袁大头都早。当时孙中山才成立了临时政府，这个上5星准备全国流通的，但是在北方，袁世凯他窃取了这个革命成果，所以这个上5星的板就在当时给停止流通了。现在我们常见的这个上5星存世量极少，收藏也是物以稀为贵。你随便现在拿出来一块无上无戳的，都得好几万，好几万一块吗？对，一听你这个价格，我就感慨当时确定是买少了。要多买几个的话，我现在不就是百万富翁了吗？那你要是买真币的话，确实是好几百万富翁了。但是你买真银假币的话，那我只能告诉你不会赔钱。啥意思什么是真银假币？我这个到底看着能值多少钱？你这个银元我看着确实是真银假币。真银假币的话，就是它这个材质是银的，但不是过去的老银元。可以通过整体壁面的压力来看，这种压力不行，包括它的这个包厢，还有它这个边尺，这都不行。你就是在手里边再放10年，你也没法和真币相提并论。大概市场价按银价算，也就是100-200块钱呗。不可能吧？10年前咋会有真银假币嘞？你别危言耸听。没有危言耸听，别说10年前了，你就是放20年、30年前，说实话，早就有真银假币了。你想想，我们都是做生意的，你这给我拿过来一块稀少的板，况且你的要价也不高，我肯定是有钱赚的，没必要放着现成的生意不做。所以你这个上5星，我还真要不了你了，100-200块钱，反正也不赔钱。你这还是拿回家玩吧，还是算了吧，100-200块钱也用不了几，也当你用不了几。对，我还是赚着嘛。好。
我也就不小心摔了他一下银元啊，没想到他却不念同学之情，张口就给我要了10万。你这个银元确实不得了啊！这是张作霖的陆海军大元帅，而且还是一块武纪念，这真比如果摔一下10万块钱给你要少了。你别吓唬我了，我这1年工资还不够赔他嘞。再说了，我看摔的这根本就不明显。我也仔细看了，确实是没有摔过的痕迹。但是我看你这个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，你看那壁面整体发黑，压力各方面比常见的冤大头都软啊！我很好奇啊，这么贵重的银元，那同学怎么让你一个人给拿出来了嘞？10万块钱我都答应给他了，他还不让我拿走啊！那我这吃亏肯定是更大了。我感觉那同学应该是在跟你开玩笑，你都不晓得啊！一般像这种陆海军军阀币，属于银元中的大熊猫，真币的话。别说让你拿走了，看一眼的话，关系不贴，一般都不让你看。我俩是啥关系？虽然上下部的兄弟啊，没想到他为了一块破银元，竟然张口给我要了10万。其实啊，你是对银元不懂，但凡是银元，它的价值啊，都是看它的品相好坏来定价的啊。尤其是像这种高端军阀币，摔一下，这有时候能折个1/10，就让人难受。有时候啊，你可不要感觉它只是26.8克银子而已，有些银元啊比钻石都贵。说的其实就这种银元。你拉倒吧！我看网上人家从国外都把以前的那老机器都进口过来了，不是想要多少枚都可以做吗？你这是道听途说不可信。像银元在过去啊，它是属于国家的法定货币，它是倾全国之力做出来的。银元的模具确实是国外人铸造的，但是老机器啊。在当时也就那么一套，早就腐朽不堪了。现在你即使在做，那都是仿品了。再说这种军阀币，它压根儿也没发行过。那既然没有发行过，那我同学家里怎么可能有嘞？你说这话是不是前后矛盾了？这哪有啥矛盾？没发行，它就是属于样币。样币啊，只不过存世量少而已。你有钱啊，你还是可以买得到的。哎，只不过是太贵。哎，你像已知的这个张作霖的军阀币，总共就4个版，15、16、17和5纪年，而你这个就是5纪年戎装像。你光看这个戎装这一面的话，和15年的戎装几乎是没什么区别。但是你反过来看，它这上面没有标注年份，哎，其他和这个16年的反面是相同的。这就是从外观上看，不同于其他年份的设计。从目前拍卖的记录来看，就目前你这个品相而言，妥妥的呀，这都是1000多万的东西。就这一点银子1000多万？对，你说出来谁信？难道我同学就不怕我跑路了吗？所以刚才我就说，那同学绝对是在跟你开玩笑，因为这种银元啊，你看它的包浆太浮了一般这种包浆形成的时间比较短，包括壁面压力各方面，我看啊还真达不到真币的样子。材质啊，看上去倒是银的，真银假币一枚，市场价也不会超过200，所以你也不用太生气了。那同学吧，我感觉是逗你玩吧。真的假的呀？这大过年的给我整的一惊一乍的，难道是我虚惊一场了吗？对啊，确实是让你虚惊一场。一般像这种大熊猫级别的军阀币，你别说摔，给你一次摔一次的机会了。你搁平时啊，有钱人根本就不会让你看一眼，因为他都知道啊，这个财不外露嘛。你想想，这1000多万的东西，对吧？你逢人都炫耀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想想他的身家。对吧？他得达到多少？这都不是一般人玩的银元。哎，听君一席话，真是胜读10年书啊！我还以为真让我赔10万嘞，结果是给我闹着玩嘞。确实是闹着玩嘞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个银元他应该是送给你了，确实是虚惊一场。哎，这虚惊的差点就让我当真了。谢谢你的鉴定啊！没事。老板，我这里有100块钱，它的个头太大，装不进存钱罐，麻烦你帮我换成整钱。哇塞，你这哪是100块钱啊？这分明就是100块银元。你普通的存钱罐肯定装不进去，这个头比硬币大多了。换100块钱，小朋友，你该不会把它们当成1块钱了吧？这上面写的就是1元啊，这2字我太认识了，刚好是100块，正好能换100块钱。1元2个字你认识不假？这是过去晚清民国100多年前的计量单位，和我们现在的1块啊差别巨大。这100块银元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啊，哪一块都是26.8克的银子。
一块换1块钱太亏了。这银元这是哪来的呀？这100块银元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压岁钱，一年给我10块，一年刚好10岁，刚好攒100块。既然是当压岁钱攒起来的，我来给你核算一下啊。如果这100块银元兑换成100块钱的话，相当于你爷爷奶奶一年只给你10块钱的压岁钱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一年只给我10块钱的压岁钱，我感觉爷爷奶奶太抠了。你可别误会你爷爷奶奶，一般的家庭，你别说这个一年拿10块这个银元当压岁钱发出去，大部分的家庭啊，一辈子连10块银元都没有。我就随便拿1块银元，在过去的购买力相当于500-600，你即使放到现在，即使品相差的，现在也很值钱啊。叔叔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自作主张换一次整钱，难道还亏了不成吗？你拿1块银元兑换成1块钱，这是必亏无疑。因为这些银元啊，你看它的面值虽然说写着1元，但是它们的面值啊早就过期了，相当于是26.8克的银子。说句不好听的吧，你就是拿出来卖破烂，按银价6块钱1克的话，这哪一块也得卖个100-200啊。那就当破烂卖呗，一个200，100个那就2万了呗。那我这10年的压岁钱可喜欢人了。对啊，爷爷奶奶这可是至亲，给亲孙子的这个压岁钱啊，都是很实在的。我给你估的都是破烂价，更何况你这100块银元，我看这品相状态都不错，虽说都是常见的袁大头，这当破烂卖也是巨亏啊。那按你的意思不止2万喽？究竟这100个能兑换多少钱啊？你说的我有点绕了。你主要是年龄小，加上这个对银元又不懂，所以不了解它的价值很正常。一般像这种袁大头，现在被定义成5级文物，你就随便拿一块变形的、品相特别差的，才会当银价卖。而你的这些，你看这都是通通无伤无戳的品相。你像这个袁大头3、8、9、10，还有这个23年传阳，除了8年、22年、21年，还有各种版之外，能够达到你这些品相的，说实话，这已经算是通货状态了。你按现在的市场行情，保守估计1000一块，这100块正好是10万块钱。我这个奶奶呀，10万块钱有那么值钱吗？那相当于爷爷奶奶一年给我1万的压岁钱了。对啊，你按现在的市场价折算的话，相当于爷爷奶奶一年给你1万的压岁钱。这样来算的话，你爷爷奶奶其实并不抠，他们还是非常疼爱你的。其实我爷爷奶奶也没什么钱，我收回他们很抠的评价。这银元究竟该咋兑换，我都不知道了。你不知道就对了，主要是你这年龄还小。这些银元啊，你按卖破烂卖银价太亏，一个1000市场价算10万，对你来说支配这些钱又支配不了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把它归还给爸爸妈妈，等你以后这个考上大学了，将来参加工作之后，或者是娶媳妇的时候，到时候你再拿出来换钱。你说的对，本来我还以为只换100块钱呢，你这一下子估价把我也难住了。难住就难住吧，给拿回去吧。俺一个朋友200多块钱卖给我俩银元啊，我回家之后啊，俺媳妇气的非得说是假的，害得我跪搓衣板。200买2块银元，一听这价格都不对了，银元可没有那便宜了。来，我看看啥样的银元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忽悠我啊！这还在我手底下干活嘞，气得我啊，当场找个理由把他开除了。你这俩银元这一眼开门啊，虽说背面带点铝锈，真假完全没啥问题，你把他开除，这太草率了吧？草率啥？上面脏不拉几的啊！我媳妇拿给他朋友看了，他说这个真银元绝对不会生铝锈。银元生铝锈太正常了，毕竟它的含银量是9银1铜嘛。这一看，这就是自然生成的，而且你这两个这背面都带光，虽说2块都有点伤吧，但好歹这里边还有一块大秦宣三龙呀。这说来说去，你们啥不懂银元啊？反正因为这个事儿，朋友我也得罪了啊，搓衣板我也跪了哦，上午把他给开除了。所以你这个朋友躺着就中枪了。像这俩银元这种锈啊，这造假都造不来，尤其是这个袁大头，他这种就是深坑里边扒出来的东西，只有真币啊才有这种光度。听你这一说，这难道这俩银元还不假了？那肯定不假，是我错怪俺朋友了。对，这事弄得有点不可思议。仅凭那媳妇朋友的1-2句话，你就开除啊，这个决定是唐突的，因为一般人懂银元的太少了。
这种医院开门的状态都看不中，你这事办了太打脸。你别忽悠我就行，这明明都生绿袖了。你说一个你给多少钱？你说我干嘛要忽悠你呢？生绿袖是银元里边含了有一层铜，铜锈这已经入骨了。就像你这2块挺可惜了。以这个大头为例啊，你看这上面的绿袖包浆，这都可以洗掉。像这种光度啊，我感觉是堪称 MS 级别了。就是夹克左上角9点钟方向这有一道明显的划伤。一般像这种银元，其实就是在拿的时候不小心划伤了。人家都说这个好笔没好命，指的其实就是你这种银元。虽说笔面不带任何斑，仅凭它这种光度啊，太可惜了。我这个给你估价1000左右吧。就这一块银元给1000？对。那我这个朋友为啥100块钱卖给我嘞？好像没有理由啊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他在你手下干活吗？我感觉啊，应该是有求于你，或者是人在屋檐下不得已。而你的另外一块大型宣传，这好歹啊也是龙岩3剑客里边嘞。我看你这个先看一下啥斑吧。它这个龙尾没有出云，属于前斑。一般前斑啊偏弱打的比较多，但是你这个除了笔面带点伤之外，这状态整体还是可以的。带着光啊比较少见，这2面看着都非常舒服。可惜啊，就可惜在你看上面有点小伤，这个美中不足吧。这一块我也能给你估个几千的市场价。你的意思加一起好几千？对，听你说那么多，这俩银元不但不假，还挺值钱。对呀，确实是这个样子。通过这俩银元看你这个朋友啊，很实在，人家拿几千块钱的银元，象征性的只收你200。明明啊，就是为了讨好你，结果却换来你这一番骚操作，被开除了。你看还没给你打电话要银元，说实话，他也是够沉得住气啊。被你说的都不好意思了。那有啥不好意思嘞？都是俺媳妇惹的祸，这个败家娘们儿，我回去得好好的教育她。嘿嘿，这事儿我感觉啊，就到此就结束吧。毕竟咱普通人啊，懂银元的太少了。亡羊补牢，有违晚矣，啥都别说了，把这个误会解开。今天啊，你也算是没白来一趟。这个银元啊，你还拿回去收好，赶紧回去联系你那个朋友，明天啊还得叫人家继续来上班。哎，你说的对，我回去都把这个事儿赶紧给办了。对，2块拿的时候别放一块儿。好，走，别小心再摩擦住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我真没想到，俺家传的这一个奖章竟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！花10万卖了3年，竟然没有人识货。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奖章，竟然没有人识货，还花10万去卖，这是咋回事嘞？来，我看看啥。来，让你看看，100%喜欢。我这个奖章传了不下5代人了。专家都告诉我非常稀少，少500万我绝对不能卖。你这个奖章确实是老了，这一看啊，就是纯银、纯手工定制的，而且背面你看还有清晰的落款，这卖500万算天价了。专家都仔细研究过了，全世界范围内，存世量只有这一个。银元是比较常见的，对，但是这个比银元稀少几百万倍。几百万倍确实有点夸张了，看大小直径啊和袁大头差不多，因为是镂空的，这个重量啊应该比袁大头轻。因为是纯银打造的，佩戴过，你看它这个花纹有磨损，搁平时啊确实不常见。说实话，这品相想卖500万难啊。刚开始我只想卖50万，结果北京的专家跟我说卖50万太亏了。在他的引荐下来，我认识了一个更高端的专家。一样的东西想卖多少钱，和专家高端不高端没区别，关键啊还得看这个奖章的品相。刚才你说花10万，那钱都花哪去了？10万块钱并不是一下子花完的，有一大部分都是给专家的鉴定费，有一部分是我个人的生活开销。那除去个人开销的话，相当于是5万块钱给专家的鉴定费。通常包括银元、奖章鉴定的话，国外皮盒、N 盒，国内的公播，我看你这个就是公播的评级。既然都已经评级入盒了，你再给所谓专家5万块钱的鉴定费，这不多此一举吗？那我不是想卖个高价吗？像你们个人回收店啊，每次去只给几千块钱，一听这个价格我都想生气。几千块钱有可能就是它真实的价格，你这花10万卖了3年没卖掉，我感觉啊，你掉进了别人的圈套，哪有越给鉴定费越值钱的道理？分明是你花钱买别人一个高价，这奖章卖3年，
这不是依然没卖出去吗？专家说了，主要是没有遇到有缘人。要是碰到那识货的呀，人家都不带高价的，眼都不眨就买走了。你拉倒吧，你当人家有钱人是傻子吗？你这个奖章看工艺啊，也就是民国的。你看这上面铭文写的也很清楚，云南省长鸡，这是云南那边奖励给个人的。这种胸章啊，在民国那时候比较盛行，通常啊都会挂在左胸，就好比现在穿西服戴的那个胸花一样。在当时，这种银质啊也比较少见。从重量上来看，虽说没有一块冤大头重，但是遇到口袋身无分文的时候啊，多少还是可以救济的。毕竟以前是银本位，像你说的这种奖章啊，比银元少，确实是这种情况。但是啊，你这个工艺很一般，毕竟以前它佩戴过，有磨损，独一无二也好，稀少也好，我个人看的话，大概也就5、6千块钱的市场价。5、6千？对。你给我这价格太气人了吧？比这500万，这可是9牛1毛啊！我200%不卖给你，一看你都不识货。识不识货先放一边，你今天既然来了，我就给你指点一下迷津。现在网上啊有很多估高价的骗局，和你这个经历很相像。3年的时间花了10万块钱，不是没人识货，是他们给你报500万，这价格太缥缈。说句不好听的呀，你这就是黄金的，它也不可能值500万啊。这主要是少呀。我给你1万，你给我找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你把这种稀少独一无二的东西说的那么便宜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但凡是过去我们普通人家能接触到的东西，它都不会太贵了。1万块钱我给你买一个，绝对是没啥问题。一模一样的，估计够呛。买不来一模一样的还说啥？东西给我，把我气得干。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一模一样的确实给你买不来，就这一个，祝你早日卖500万。走了，拜拜。好。俺这丈母娘啊，就喜欢做表面工作。今天给我个大红包，打开一看全是外币，这一打听价值啊，笑话人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纸币没什么研究，但是外币啊，更是一窍不通。老板，你瞅瞅是啥？我这还不到100张啊，结果我朋友看了笑得脸直疼。这给他一张啊，他都嫌弃的不像样。你这种啊，是柬埔寨的100瑞尔，兑换咱这边人民币啊，100才兑2、3毛。这100张的话，值个20多块钱吧。另外还给俺媳妇儿和儿子，一个大的，2个小的。你先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，我都怀疑啊，这3个也是假的。这3个绝对不假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。大一点的，这还是一个甘肃版，整体味道还不错，属于酱菜。另外2个。你不要看它个头小啊，这都是8个有机年里边少见的年份，整体包浆也是非常到位。3个的话，这比这100瑞尔这实在很多倍啊。是真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昨天3个加一起，答应300块钱卖给俺朋友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你这3个只卖300啊，这价钱卖的也太草率了吧？你这是当破烂卖的话，也不至于只要300啊。况且这还是恁丈母娘送的东西，你这让他知道了，这得有多伤心啊！他伤心啥？这3个破东西脏不拉几的，不按人家卖的，绝对不会吃亏。谁要是碰到你这种马大哈，这绝对是开心的不得了啊！银元按银价卖，还说挣钱，你这种思维难道没看到它这个收藏价值吗？你想想，这种龙蚝，就搁现在都接近150年了，这保存的依然完好，这大头还是一个甘肃版，你这价钱卖出去，分明就是不识货。我再不识货也比俺丈母娘强啊！开着明白装糊涂，休想再糊弄我。他们如果要是真值500块钱了啊，我现场把他们吃了。你也别在这跟那丈母娘怄气了，别说500，2000不一定都买到这3个东西。先说你这里边最大的这个甘肃啊，你这个甘肃说实话，它也是个好版。刚才我都瞅见了，它这是3眼皮儿，一般的这个甘肃啊都是双眼皮儿，它这个眼皮下边又多一层。这种是属于趣味币，趣味币啊，你放平时不好找，几万块里边不一定就有1枚。本身甘肃啊就比普通的大头贵，加上你看它这个包浆又是酱菜，又带一个好版，又是好状态，这价格就不可小觑了。我就给你估啊，2000多块钱轻轻松松。就这100-200块钱的银子，溢价能是溢到2000多？对啊，你这是故意气我的吧？你这话说的很有学问，连溢价都知道。所以啊，咱俩是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气你呢？反倒是你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另外2个这小的呀，你不要看它是不起眼的这2角银号，
它未必啊就比这大个的银元便宜。银元银号可不像你想的按重量来卖钱，完全是看它的品相。你看它这外边包浆和甘肃一样，算是酱菜，字口各方面也比较清晰。辛丑己亥这都是比较少见的年份，毕竟像这种江南系列的蒿子平时并不多见。给您按这个保守一点的价钱估吧，2个的话也得个2-3千。2-3千？对。那加上那个大了的话，相当于5-6千了。对。和我卖了300块钱，相差1-20倍呀。对呀。关键是我都答应他了，这可咋办？那你咋办？这个问题非常好办，你如实跟那朋友坦白就行了。毕竟这3个东西啊，也是恁丈母娘送的，相当于啊当传家宝让你们这一代人传下去的。你几卖钱对吧？你卖个几千。也就算了，也总比你卖300块钱强。那你说的对，关键是卖的太少了。对，我得想个办法给他解释一下，万一他不同意咋弄啊？他不同意也好办，反正朋友之间的情绪啊，都闹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按市场价，对不对？几千块钱，卖给他。你逃避也没有啥好办法。对于以后对于你自己不懂的东西啊，切记不要随便在乱卖了。那你说的对，对。绝对没有以后了，就按你说的办法。谢谢鉴定啊，没事。我前两天撒网撒出来一个贴贴了当场有人愿意出2000块钱买走，我没理他。你看值不值5000？撒网撒出来贴疙瘩，这不太现实啊，因为贴疙瘩有那么沉。我先看看啥东西吧。这哪是贴疙瘩，这分明就是50两的大银锭。撒网咋可能会撒到大银锭呢？这银锭好歹30斤重了呀！耶。说出来你也别不信啊！为了撒这个银锭我的渔网都烂个大窟窿，确实是撒上来了。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撒网能撒到大银锭来，但是看你这包浆又不是水坑出来的东西，银子长时间浸困在水里它不是这种包浆，字口倒是挺清晰的。这一看，这都是玩熟的状态。你这卖5000的话，这属于瞎卖啊！说实话，我对这个东西确实不太懂既然你都说它是银子了，那银子这几斤重的，应该也不会太贵吧？银子大盘价6块钱一颗，1斤3000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这个就是当破烂卖，最少也能卖个1万多。乖，卖破烂都能卖1万多吗？对。那如果不卖破烂，岂不是更多吗？对。那我这老表都是想耍赖，借我1万块钱，2年还不还我，给他当破烂卖了。啥意思？你这说半天不是撒网撒上来的，不是撒网撒的。我说你撒网撒的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撒到一个银锭因为银锭比较重，它又不是鱼，会漂。我这拿了俺老表嘞他欠我1万，2年没还我了。我这拿他的东西出来不是抵账了吗？这个欠账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拿别人的东西抵账可以，但是你这价格绝对不能乱卖。本来是别人欠你钱。你这因为自己不懂行，你卖不好，说不定到最后你得欠别人钱。不会啊，这个是俺老表上个星期才买的他说了，他都花2000块钱，我想着能多买点，多到5000呗。5000，你想都别想，能玩得起这种50两重量银锭的人他都不是一般人。他说2000买的，那纯粹是忽悠你，啥都不懂。刚才我说卖破烂能卖1万多。那只是一疙瘩银子价，但是像这种保存品相这么完好的50两大银锭实在太少了。平时你稍微懂一点常识的人根本都不会当银价卖。你这个是光绪年间的典型的商锭，可以通过锭子上面的落款看得出来，属于我们河南本地的锭子，字口全身打，顶面包浆这都是一眼货，包浆属于酱菜，而且都已经入股，真假你都不用担心了。因为这种锭子在过去你看有很多钱庄已经检验过了，耳朵也非常漂亮。有的锭子它的耳朵太薄，容易开裂，而你这个几乎是没什么磨损包括锭子下面你看这都是传世的状态，再看蜂窝也是非常清晰，这种蜂窝很自然，整个锭子属于完美品相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种东西没10万你还真买不到。10万？对。俺老表这隐藏的真深啊！那是欠我1万块钱，2年不还我了。他竟然有钱买这东西。按理说1万块钱确实不多，既然那老表有钱买这么贵重的锭子，就是不还你钱，也确实太不地道了。是的，既然他不地道，那也别怪我无情了。他做初1，我做15，这个东西我给他必须卖了。你先别着急，这一时半刻，这东西卖了也都是你我一句话的事儿。我觉得
对你来说，目的不是买钉子，而是得拿回他欠你那1万块钱。这东西他都给你了，你还怕他干啥？对不对？咦，我是趁他不注意拿来。因为我今天要用钱，打电话，他说没有现金。你别傻了，把银锭的事赶紧告诉他，你吓唬他一下也行，可千万不能给他当真卖了。你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他还钱。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去吧。好，如果他要是不还我钱呗，到时候我再过来找你。他必须得还你钱，这个钉子给这搁住了，是不是？好。家里4个孩子，因为这2块银元混家老别扭，把我气得给快神经了。你帮忙看看能不能品种分4份。大爷，你稍安勿躁，你这2个是34年的北洋龙，这好好的2块银元，平均分4份的话，那就得解开。一旦解开之后啊，这银元都不值钱了。值钱不值钱那都无所谓，只要能品种分就行。因为这2块银元快把我真憔悴了。为了这2个北洋龙，一家人折腾来折腾去的，太不划算了。我看你这2个北洋龙啊，都是常见的长尾龙，壁面虽然说都是老材老包浆，无伤无戳，但也没什么大斑。4个孩子因为这俩银元伤感情不值当嘞，因为即使把他们俩卖了，也值不了啥钱啊。你可拉倒吧！为什么不值钱呢？我小儿子都在网上查过了。好像是一个能值100万，2个就是200万。一个100万，这查询的价格太不靠谱了。那小儿子应该是给别人忽悠住了，因为像这种34年的北洋龙啊，太常见了，属于光绪年晚清那时候的主要流通货币，发行量多到什么程度呢？大概发行量上亿枚之多。你像在流通的过程当中啊，加上这个销毁重铸了，那即使剩下来的话，对吧，也得有1/3，这个量也很大，根本值不了100万一枚啊。我对这个不太懂，反正好几代人的时间了。另外，我大儿子明天就从新疆赶回来了，所以找你帮忙分。哎呀，大爷，你听我一句劝啊，新疆离咱这里一下子3000多公里。为了分这2块北洋龙，一来一回瞎折腾不值当嘞，加上路费不说，还有误工费，你结果回到家分不了几个钱，最后孩子怨恨你啊！家有千口，猪死一人，你不懂。如果不让老大回来，以后万一他少分了钱，儿媳妇不给我软意啊！我觉得吧，你这分家分银元完全可以暂缓一下，没必要非得大老远来跑回来一趟，可以利用春节团聚的时候分。说实话也分不了几个钱，那儿媳妇儿对吧？到时候才该生你的气了。我不管了，专业的事交给你专业的人来做。你看这2块银元怎么才能品种分配呀？分配吧，解开吧。哎呀，大爷，还是那句话，无论你这俩银元能值多少钱，千万不能解开。值100万的话，你从中间一解开，立马都变成几百几千了。因为玩银元最重要的讲究的就是完整性，你解开之后啊，这银元它就变成废品了。实话实说，你这2块北洋龙保准了还挺好，你看这壁面都是老味道。只可惜啊，34年这个是常见的年份，因为像这种北洋龙啊，26年的市场价才是最贵的。而34年是发行量最多的一个年份，好在这个34年斑也是最多的，但是你这2块都是长尾龙，没办法，能值多少钱啊，都是看它这个具体的状态的。好在你这2块都是无伤无戳，龙鳞你看起来还都不错，一块高额头，另外一块额头稍微低一些，包浆这都是原味的状态。以我个人看的话，一个也就3000左右，3000一个。对，你意思是2个6000块钱？对。给你报价太离谱了吧？一下子不能凑100多万。3000这个价格不叫离谱，200万的价才叫离谱。因为像这种北洋龙啊，太常见了。别人之所以给你报100万一个，完全是看你们不懂，想利用这种高价，忽悠你们后续的鉴定费。所以刚才我才说，因为这2块银元啊，兄弟之间，对吧？闹别扭是很不值当的。反正我不懂，我想着这2银元一下子能值那么多，就看看怎么分。不就让他们动手打架吧？那具体怎么分？我觉得你作为家长就别参与其中了，直接把连元交给孩子们，也别解开，也别相信网上专家100万一个的估价，直接让他们去实体店问问价，能值多少钱，卖了让他们分，因为也就几千块钱的事儿，你也别参与这里边的事儿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回去给他们说一说。对，我不管了。对，谢谢你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